Hello， 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冰箱里面比较特别的东西。今天的资讯量也是有点多，所以你可以先参考下方的资讯栏，挑你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或是可以从头看到尾。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吧。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是这个，这是一个关东煮的酱汁，然后这个酱汁非常的方便。它可以让你的晚餐变得非常的美味，然后它的比例是，它这边有写，就是如果你要煮不同的东西，你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就如果你只是要煮1人份的小锅这个晚餐的话，那你就是先烧大概500cc 的水，或是600cc，然后加几汤匙的大概1-2汤匙的这个关东煮酱汁，再搭配高丽菜、豆腐。然后猪肉片还有乌龙面，然后你就可以煮出一锅非常简单的晚餐，然后非常的美味。它跟一般日式酱油的差别就是日式酱油可能比较咸，那它这个煎鱼它就是一个煎鱼汁，所以可以用非常的久。我们家通常就是想要煮个蔬菜汤的时候，就会在里面加几匙，或是你要自己一个人快速吃一个简单的晚餐，也可以用这个来搭配。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在冰箱里面都要备有一罐这个煎鱼汁，因为它可以省去你煮煎鱼高汤的时间。因为如果你要煮煎鱼高汤的话，最正统的方法是你要买柴鱼片，然后炖煮完之后再把煎鱼片，就是柴鱼片捞掉。那如果有了这个关东煮酱汁的话，它就会让你的食物的美味程度就是大幅度的提升。然后我最喜欢的搭配就是关东煮汁，然后搭配乌龙面，然后1颗溏心蛋，然后一些猪肉片，一些豆腐，一些香菇，然后再一些蔬菜，然后这样就可以吃得非常饱。而且不同的品牌的关东煮汁它有不同的，有些比较偏甜，有些比较偏咸，所以大家可以买一罐，然后因为它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可以再找一个干净的瓶子，把剩下的部分分送给亲朋好友。非常推荐大家去买一罐。那下一个呢是这个黄金泡菜，这个黄金泡菜各位一定要去买这个老陈厨房，因为这是我爸非常喜欢吃的黄金泡菜。那他试过非常多家，那最后试到这一家是他觉得这一家最好吃，所以他都一定要买这一家。那大家如果喜欢吃黄金泡菜，要认明这个老陈厨房，他做的黄金泡菜是目前我们觉得市面上应该是最好吃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通路都是在全联或是大润发或是家乐福或是百货公司楼下的超市这几个地方买，就是没有从网络上面买，所以目前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那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咸的酱料，那这个呢是柚子胡椒，火锅的时候可以加一些汤豆腐或是味噌，或是生鱼片或是肉料理都可以放这个柚子胡椒。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是写说它是近年来越来越广为人知的日本调味料，因为它清新淡雅的香气及放入许多料理中都意外百搭的神奇魔力，收服了不少人的味觉。但其实柚子胡椒的制作原料中没有我们熟知的柚子，也没有胡椒，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网页是说，它虽然叫做柚子胡椒，但是它是由香橙皮混合青辣椒还有盐制成的，所以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颗柚子，然后也没有我们脑海中的那些胡椒粒，它反而是用香橙跟青辣椒做成的。它是长得像这样子，像是膏状，所以我现在吃过，就是我自己拿来吃的方式，就是把它和到汤里面，它就会变得那个汤就会变得很辣，然后很辣之外，就会有一股就是香橙的味道，所以这非常推荐给喜欢吃辣的朋友，因为它真的只要一点点就真的是蛮辣的。或是你可以直接把它裹在
肉片里面吃。那它真的可以用非常的久。那因为我爸妈比较不吃辣，所以其实吃到现在才吃了这么一些些，因为它每次只需要一点点。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酱料，推荐给大家。餐厅好像也有看到他们有出那种柚子胡椒意大利面，应该就是用这个酱料和在那个酱汁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陈皮的香气，又喜欢吃辣，你一定要去买一罐，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百搭，可以加在汤里面，也可以加在各种的汤，或是你想要沾肉或是沾鱼，就是都可以。只要你已经做好了一个酱汁，然后你再和一点点这个柚子胡椒，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好，那接下来同样也是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也是之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它是一个粉山椒，这是在一个鳗鱼饭店他们里面出的这个粉山椒。那我会把照片放在这边。那它非常适合拿来搭配那种白肉的鱼，就是它本身那个鱼的味道没有那么的强烈，就像比如说鲑鱼，它本身就味道就非常有鲑鱼味，所以你可能只要稍微的搭配一个很简单的饭，你就会觉得搭配很简单的盐或是胡椒，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美味。那有一些鱼它本身味道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比如说鲷鱼，就是白色的那种鲷鱼肉，或是鳗鱼的味道也没有像鲑鱼的油脂这么强烈，或是无锅鱼也算是鲷鱼的一种，你都可以在上面撒一点点的这个山椒。那因为这个是在那个鳗鱼店里面买的，所以呢，它都是做成一包一包，就是像这样子，所以每次只要撒一点点。我本来以为这个山椒是不管什么种牌子吃起来都一样，但后来我有一次在一个拉面店里面吃到它的山椒，就完全跟这一家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在买山椒之前，一定要上网去看一下你自己喜欢的山椒是哪一种，然后再买。千万不要就是随便看到一瓶就买，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对它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牌子是在吃鳗鱼饭的时候意外发现，然后就觉得这家的山椒很好吃，但是我相信市面上一定还有跟它差不多，甚至是比它更好吃的山椒。因为我还剩下2包，所以如果我之后有发现跟它一样好吃，或是比它更好吃的山椒，再一起分享给大家。好，那现在介绍完日式的系列之后，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意大利的系列。那这一罐是我的好朋友在2014年的时候送我的，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过期，它的过期的时间是2023年。那这罐巴萨米醋它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的质地呢非常像酱油膏，所以我都把它拿来沾水饺。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成年的巴萨米醋，所以它的质地就是比较稠，是像酱油膏。因为我们家比较常吃的是比较中式的东西，比如说水饺或是炒菜那些，比较少在吃意大利面。会吃意大利面都是去外面才会吃，我都会把它拿来搭配，最常搭配的就是水饺、煎饺类，或是有时候吃葱油饼也会沾一点它，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酸的东西。那这一罐我从2014年一直吃到现在，还剩下这一些，我要一路吃到2023年。大家可能在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巴萨米醋就是比较稀的，像水倒出来像水。那台中有一家非常知名的早午餐店，他们的吃法就是巴萨米醋里面倒一点橄榄油，它的这个质地就跟一般的醋一样，就是像水一样。所以巴萨米醋的另外一种吃法就是你可能把它跟橄榄油搭配在一起，然后沾面包吃。可是如果你是本来就没有那么喜欢橄榄油配醋的人，那你很喜欢吃中式料理，那我真的非常推荐你把它拿来沾水饺。因为我们一般吃的白醋它是米酿成的，那它是有葡萄的香气。如果你愿意尝试，真的可以用巴萨米醋拿来沾水饺，因为水饺
可能是比较油，那刚好搭配巴萨米醋的酸就非常的完美。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甜的酱料，那这个东西是全联就买得到。那当初我会买这个酱料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版友说他非常喜欢吃这个阿华田出的巧克力抹酱。那因为他说他每天都要吃2片，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要每天都吃2片，所以我也去全联买了1罐，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质地。可能太黑了看不到，就是我觉得它很特别的点，就是它有一颗一颗的阿华田的那个麦芽粉，所以它不是只是单纯的酱，就是如果它还有一些颗粒的麦芽，是你可能咬到会就是你就会知道那就是阿华田的那个麦芽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那种可能整个质地都是巧克力酱的巧克力就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有一颗一颗的那种麦芽的颗粒，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就是有这种碎碎的，有一些比较脆的麦芽粉。好，那这个是冰箱里面比较特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去买来试看看，因为它可能会跟你印象中的巧克力抹酱就是会还蛮不一样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冰箱里面比较特别的东西。再重复一次，有第一个是关东煮酱汁，第二个是黄金泡菜，第三个是柚子胡椒，第四个是沾鱼肉用的山椒粉，再来就是巴萨米醋。那巴萨米醋就有分质地像酱油膏的，或是真的是像水一样的巴萨米醋。它质地比较像酱油膏，就比较没有那么酸，可以直接吃。那这个会酸一点，就是像水一样，它会酸一点，所以你直接吃，你可能就会觉得好酸。另外跟大家介绍2个平常我很喜欢喝的组合，就是苹果汁搭配气泡水。那这个是青森的苹果汁，那它是100%的原汁。那我买的这个是青苹果。那大家如果最近有去逛超市的话，应该会很常看到红苹果。那不管它是青苹果或红苹果，它都是标榜它是100%的原汁。然后你可以在下面看到会有一些沉淀物。那平常呢，我的喝法都是到大概2/3的量，2/3量的苹果汁，然后再搭配气泡水，然后搭配气泡水。这个饮料呢，它比市面上卖的那种有果汁含量的气泡水都好喝，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很多那种有果汁含量的气泡水，其实喝起来都假假的。比如说蔓越莓口味，然后你喝起来就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的蔓越莓。那这个青森苹果汁加上气泡水，我就觉得它非常的适合在你如果吃的很油腻的晚餐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搭配一杯，就是非常的清爽，也推荐给大家。之后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会用这个关东煮汁做一集很简单的料理，就是煮一锅那种1人份的乌龙面给大家看，就是看到底它要怎么在实际操作上要怎么使用，真的非常的简单。那之后再拍成影片给大家看。今天的食材都是比较特别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比较基本的，就比如说酱油膏、醋、香油、乌醋，然后胡椒、柴鱼粉、煎鱼粉那些，
在留言跟我说，我再拍一集我们比较基本的酱料，就是如果你是刚搬新家，或是你是料理新手，厨房里面要准备的酱料再一次拍给你看。每一个菜系的酱料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里面是比较常吃中式、日式，那基础的酱料就一定会非常适合你。那如果你是比较偏韩式，喜欢吃辣的话，那你可能要准备的酱料就是比较偏辣粉类，就是每一个酱料它都是有放非常多辣粉，那个会比较适合你的菜系。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泰式料理，那你就一定要准备鱼露或是虾酱那些。那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偏中式，就是炒菜，然后简单的卤肉那些，然后煎鱼，那你就一定会需要生鲜的部分，一定就是葱姜蒜。酱料的部分就一定是，如果红烧你就一定要用酱油、酱油膏，或是什么生抽、老抽，那些都是属于比较中式的酱料。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看比较基础的酱料的话，我再整理一集拍给大家看。好，那今天的冰箱里面比较特别的东西就到这边啦，拜拜。